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歼16被 F-16锁定，美国发布最新飞行员臂章，向外炫耀所谓的战果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最近美国驻韩空军第36中队竟然向中国北部战区列装歼16战斗机的部队发起了挑衅。据报道呢，日前这支美军部队换装了全新的飞行员臂章，臂章上面的图案就是一架中国空军装备的歼16战斗机，并且美军还在臂章上配文 "Go ahead, make my day"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快动手，我求之不得。这摆明了是在给中国的歼16部队下战书。那么这支第36战斗机中队是美国驻扎在韩国的一支精锐部队，它的主战装备就是 F-16战损多用途战斗机。而且在朝鲜战争中呢，据说该中队呢曾经参加过大量的空战，并且号称从未在实战中被击落任何一架战机。那么具体情况是不是这么回事？那么美国的这些现役飞行员的臂章能够证明他们曾经锁定过歼16战机吗？我们知道 F-16和歼16战斗机从来没有实施过真正的空战。F-16呢曾经和苏-7、苏-30做过模拟空战，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大败而归。当然，他们模拟空战的对手是俄罗斯和印度空军。最早呢，美国的 F-16战斗机呢，还和德国曾经装备过的米格29进行过模拟的近距格斗。最终的结果如何呢？米格29占优。基本上在近距格斗状态下，拥有头盔瞄准具的米格29往往能够对 F-16先敌攻击，最终取得模拟空战的胜利。那么米格29和苏-7相比，机动性又差了一些，当然中距空战能力也差了一些，因为苏-7的雷达更大，探测距离更远，这个留空时间也更长。因此，无论是从模拟对抗还是真实的演练来看 ，F-16的系列战斗机和苏-7、苏-30系列战斗机相比，可以说一般来讲都处于劣势。那么歼16是一款什么样的战斗机呢？是在我们国家歼11B系列战斗机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一款双发多用途战斗机。那么说到多用途 ，F-16也是能够执行多用途任务的，既能够进行空战，也能够对机攻击。但是这两款战斗机如果在空中相遇，谁会占优呢？我们知道 F-16的分为 F-16AB、F-16CD 以及后续的 CG 的不同的改进型。那么就算它达到了最高的改进阶段，那么和歼16这款3代半战机相比，它依然有差距。因为歼16配装有源相对雷达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，无论是机动性、雷达探测距离、战场态势感知能力，都要远远高于 F-16战斗机。因为它的雷达比较小，即使它配装了最新型的有源相对雷达，探测距离也要比歼16差很多。何况它还没有红外搜索跟踪系统，歼16在不开雷达状态下就能够锁定跟踪100公里外的敌方空中目标。那么导弹呢？导弹应该说 F-16战斗机也有差距。F-16战斗机目前最先进的或者是射程最远的导弹，也就是 AIM-120，它和歼16所携带的中距、远距空导弹在射程方面是有差距的。那么近距格斗导弹，即使它配装 AIM-9X 和中国自行研发的霹雳10近距格斗导弹，水平也是相当的。那么无论是远战还是近战，导弹是很重要的一块。那么再有呢，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，对敌方目标的搜索跟踪能力，在这些方面 F-16都要比歼16差一截。那么更不要讲近距格斗时的机动性了。那么机动能力 F-16远远不如歼16。可以这么讲，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在他的臂章上把歼16标出来，并不是说他在某次空中行动中锁定了中国歼16战斗机，而是他把歼16作为一个强劲的对手。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醒他，如果你训练水平不够、不达标，那么和中国的歼16你就很难对抗。我想这才是他的深意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